大家好，这是水枪一手钱包的枪仔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2年发布的国产新能源车，他们好像集体开窍了一样，在他们的宣传物料里面有开心到转圈圈的，洋娃娃和小手跳舞，跳呀跳呀，一啊一。有我会飞的，爸爸的爸爸叫什么？还有像螃蟹一样横着走的，还有能够提前看路面，过减速带、过坑，车身都不带晃的。然后还要在 PPT 上跟国外的友商对比一番，以此来展示以前国外的豪车你要花多少钱，加多少钱才能有这样高级的底盘悬挂，而我们现在自己的品牌只需要这个数就可以拿下。然后热血澎湃的发布会结束之后，吃瓜群众按照惯例开始疯狂点评，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历史呢就是个车轱辘，它来回的碾。之前的国产手机发布会上呢，都会拿 iPhone 来进行对比，但是现在也不比了，因为它有的我们都有了。DeepSeek R1 出来之后呢，大家对 ChatGPT O1 的推理模型也就去魅了。现在又轮到新能源车底盘技术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很高深很难做的技术，我们是可以打破技术垄断来实现平替的，甚至做的还可以更好一些。弹幕里面提问，有谁完整的看过尊界 S800的发布会？看过的可以扣1。其实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里面零零碎碎的刷到的，所以为了写这个话题，我决定周末去补个课。在这1个多小时的技术发布会上，先后亮相了尊界 S800上会用到的全新底盘悬挂、全维度、全链路的主动安全防护、带卫星连接的华为星河通讯、800伏 6C 倍率的高压增程电池包等等新技术。这其中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这套图灵龙行平台了。在发布会的演示中，我们看到它能够支持到120公里的高速爆胎后，依旧可以稳定车身控制，不失速不打滑，还能用 ADS 来预瞄前方的路况信息，优化颠簸路面的行驶舒适性，实现凌波微步的过坑神技。还有3电机扭矩矢量控制和后轮转向协同工作后实现的 5.05 米的同级最小转弯半径和高达16度的楔形模式。普通观众看完这堆技术之后脑子里能想到的，用人话说就是这个车高速不怕爆胎了，过坑过坎不颠了，窄路也能够一把掉头了，华为真有点东西，不明觉厉。而我身边的汽车爱好者看完之后则直呼牛叉，因为在他看来，尊界 S800上搭载的这些新技术，让底盘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自主预判的跃迁，这是一台能够自主思考的汽车，华为牛叉呀！但是在我看完之后，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暴论，那就是国内的车企，你们应该更自信一点，要跳出油车时代定下的观念和标准，以后发布会的 PPT 上不准再跟油车比了。很多人可能以为我是在异想天开，那这视频就来告诉你，关于底盘，中国的车企为何有实力拥有这份自信。在聊技术之前呢，我们先用一个非常简化的概念来解释一下底盘悬挂的本质。悬挂是来干什么的呢？用一句话解释就是控制车身动作。而且我们还可以简单的把悬挂系统视作是一个函数，如果 X 是路面和驾驶操作的话，那右边这个 Y 就是车身的动作。对于纯机械悬挂来说，函数里边的各项系数，也就是车高刚度阻尼轮边几何衬套刚性轮胎特性等等，它们都是固定值。底盘工程师要做的就是找到一组他们认为最好的参数来应对所有的 X， 试图解出正确的结果 Y。回顾底盘发展历史，从19世纪末的钢板和螺旋弹簧，到上世纪30年代的阻尼减震器，再到50年代的空气弹簧、液压技术，说白了就是工程师们在用不同的硬件技术去解这个复杂的数学公式。但是在用这套方法寻找了接近100年之后，汽车工程师意识到，好像怎么寻找都无法用一套参数去满足所有场景。而且随着机械结构、材料和软件技术的进步，新的解题思路也应运而生了，那就是既然一套系数没法满足全部的场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参数可以随机变化呢？于是就诞生了可变悬挂，它能够根据不同的 X 让悬挂拥有不同的参数，以得到一个理想的 Y 值。现在有了解题思路，但在所有的参数都变得可变之后，解题的难度也随之大幅增加。因为车辆必须准确且快速地自行判断路面和驾驶操作，从而对悬挂参数进行针对性的改变。而在这个时候，相比于让机械结构做到自适应，电控就成了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呢，对于传统汽车来说，要实现电控自由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首先，传统的汽车电子电气结构通常使用的是5域架构，而在掌管悬挂系统的底盘域中，每一个核心零部件都有各自独立的控制单元，会形成一套极其复杂的控制线路图，要让所有的与底盘相关的信息能够通过几公里长的线束，在所有相关零部件的控制单元之间快速且准确的游走那个难度可想而知了，可以说不亚于让变速箱自己去搞明白内部的油路是怎么走的。
然后就是传统汽车它并没有自主思考的能力。如果你想让悬挂所有的可变参数满足当前场景，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工程师海量的去解题，将所有可能遇到的情况全部编写进电脑里边，然后让汽车悬挂开启了的时候自己去对号入座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车的底盘普遍比较强。作为汽车发源地，欧洲车在底盘这个事上所积累的经验是完全无法超越的，他们刷了太多题了，时间决定了这个结果。不过呢，如果是仅仅依靠人脑的话，这条路径的天花板是可以预见的。当我们进化到智能汽车时代的时候，工程师们发现，想要在底盘域上做出更大更好的改变，仅仅靠造一套更好的悬挂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必须要跳出传统燃油车的底层逻辑，重新构建新的游戏规则。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电子电气架构。作为电控系统的首个革命者，特斯拉为行业带来了不少的灵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特斯拉改变了分布式 ECU 的结构，使用集成域控制器的架构对整车的电控系统进行了高度集成，它的集成度甚至跨越了传统的5域架构。而在打破域之间的隔阂之后，通信效率和准确率也得到了有效提升。紧接着，不同于传统汽车按功能划分的控制域，特斯拉选择根据车身物理位置进行域控制器的设计。比如 Model 3采用的就是3控制器设计理念，大幅度减少了需要的通讯线材的长度，在节省成本的同时呢，还为整车的轻量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特斯拉还提出了软硬件解耦的设想，依靠通过硬件平台、模块化组件、标准化接口等设计理念，把通过软件升级带来硬件性能提升这件事儿变成了现实。为了实现这一切，特斯拉还突破了供应链的生态限制，通过自研芯片、自研软件平台等方式，实现了与算法供应商、零部件供应商的合作开发，不再受限于供应链的技术限制。强调我刚才1分钟说的呀，也就300来字，但却让特斯拉拥有了在底盘域领域超越传统车企的底层逻辑。可惜的是，坚持第一性原则的马斯克似乎并没有将这优势放在底盘能力的深挖上，他没有花太多精力考虑车是怎么上下动了，反而是更关注车怎么跑得更快一些，怎么自己去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中国车企就站了出来。相比特斯拉绝对的逻辑性思维，中国汽车优势在于更关心人性。对于智能化能力的应用，特斯拉完全可以用专一来形容，完全隔离了智驾与底盘之间的沟通结果就是特斯拉成就了它标志性的专注于操控的动态表现。而反观尊界 S800 那边是的，我终于要说回今天的主角了。华为将智能化的技术倾尽全力的都用在了底盘表现上面，带来的结果就是它的底盘能力在域控范围上更全面了，路面感知也更精准，指令的执行响应更快速。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整合能力的提升，在整车域中，鸿蒙执行的图灵龙行平台采用的是6合1结构，把车身、动力、悬架、转向、制动和热管理功能通过集成芯片组统一控制。这么做在提升了响应速度与控制精度的同时，还扩大了协同工作的功能范围，更多的部件可以相互协作，实现更好、更稳、更安全的车身动态。再然后就是鸿蒙智行一直都遥遥领先的算法能力，在 ADS 全路况预描系统完成对道路的预描之后，系统会根据路况实时逆向输出 3D 建模信息，配合整车的运动姿态与动力学模型，能够给到整车域控制器最为精准的那个函数里边的 X， 帮助控制系统释放最优性能。最后就是硬件能力了，从路面感知到信息分析，再到最终的执行，华为强化了每一个环节的硬件实力。比如将 ADS 的感知硬件用于路面信息的扫描，一个硬件用在2个功能上，这本就是一次降维打击。整车域控制器实现了芯片组自研，凭借集中域控加内存共享，再加上以太网快速通信技术的组合，实现了超低时延与结果的高准确性。而双腔空悬、连续可变阻尼、后轮转向、3电机、扭矩矢量分配等部件的相互配合工作，能够让车辆实现例如卸行、爆胎瞬间实时稳定等一系列传统油车上不可能想象的动作。在之前的机械底盘时代，悬挂了解贴能力的下限是机械的实力，而上限则是各个车企底盘部门的老师傅们。可以说，经验是底盘调教最核心的优势。但在进入智能电动化时代之后，这个局面就发生了改变。在算力替代了脑力之后，软件的快速迭代迅速拉近了新势力与传统车企之间的经验差距。而在悬挂参数自由度大幅提升之后，底盘素质的上限也将由软件实力来决定。而作为软件实力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中国，国产车到现在已经具备了后发制人的基本条件。而华为作为代表中国软件实力和体系能力的尖峰，再配合华为数字底盘算法的舒适性调教所带来的客观数据支撑，尊界 S800 拥有了能够快速对标甚至超越业内优秀平台的可能性。那么像在开头说的中国底盘的自信，它的核心源自于哪里呢？我说的这个自信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领先，它的核心是技术路径的自主性。既然要实现高底盘素质，需要调动全域的功能，那各零部件的研发与供应之间的协同自然也需要去打通的。在过去中国车企要实现类似功能，很可能会被欧美的供应商卡脖子。同时，各系统的很多供应商的接口并没有整合在一起，系统之间无法做到通讯协作。而现在，中国市场已经具备了能够掌握主动权的供应链体系。
而华为这边呢，更是做到了与供应商的共进退强合作模式。作为行业内罕见的 Tier 0.5的企业，华为实现了供应链上下游的绑定，凭借强大的技术与资金背书，华为和他的伙伴一起在上游与多家优秀的供应商合作，实现接口对华为开放，让华为能够在此基础上做到底层控制、软件控制、开发控制，从而实现六域融合。同时，凭借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与用户影响力，华为同样能够在下游与多家车企深度合作，实现原生的产品定义，打破了研发环节之间的隔阂，为底盘新技术上车扫清了障碍。而且在之后的进化中呢，车企也能够在这一个底层逻辑的支持下，持续为车主带来常用常新的用车体验，保证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共进退。这就是华为和他的伙伴们展现出来的产业链整合能力，带动产业升级，一同发展。不仅为未来更多场景与功能特性的挖掘和打造提供了可能性，更是为供应链的未来道路指明了方向。这届 S800的发布会具体化的展示了华为从做产品到做产业的体系实力。所以，强在我说嘛，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国内的汽车厂家就可以自信一点，甚至可以嚣张一点，因为你不要看它发布的是一款车一个技术，还要看到它背后支撑它的供应链。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从头到尾都是我们一起联手打造的。我们在玩一套全新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畅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汽车会成为国外友商的对比对象。但我感觉他们可能还要多花一点时间。好了，这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对你理解中国的底盘技术有所帮助。我们下视频再见，咕咕。